你每年都做体检吗？你每年做的那个体检啊，除了让你心里踏实那么几天，它到底给你解决了哪一些存在的问题没？一个做对了的体检啊，它不光能替你把看不见的毛病揪出来，还应该能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跟你讲啊，它应该是你身体的一份健康说明书，而不是那几页只哄你开心的文字。我是刚叔，今天啊，咱不聊那些吓人的病，我就想帮你啊，把体检这件事儿从头到尾啊说清楚。其实啊，普通人的体检不就纠结那4个问题吗？第一，我到底需要体检？第二，需要的话我该做哪些？第三呢，报告出来了，这一堆数字到底啥意思呢？第四，看懂了，我又该怎么办？好，先说第一个啊，我到底需要不需要体检？这个问题呀，有那么3种极端的人。一种呢是超自信型，他认为他的身体是没毛病的，一年到头连个喷嚏都不打，体检呢那是给病人准备的，跟他没关系。尤其是一些特别能干、特别要强的朋友，像那个大公司的那些老板们你是否经常听到某某人平时身体挺好，怎么突然就病倒了呢？而且还是重病。另外一种就是那个惊弓之鸟型，怕查出问题来万一查出来啥怎么办？干脆不查了，眼不见心不烦。那第3种就是查的呢又勤又细。我有个老朋友咱就叫他老张。老张这个人呢，查的可勤了，专门挑那贵的全套的做。每年呢一趟全身 CT， 肿瘤标志物一口气查10几项，恨不得从头给自己扫个遍。他觉得这才叫对自己负责。结果呢，有一年他的一项指标就冒了一丁点，哎呦，这老张的脸当场就白了。接下来这半个月，吃不好睡不好，天天上网对号入座，还做了那个穿刺活检，结果是虚惊一场。所以刚叔的答案是你需要体检，但你需要的是对的体检，而不是多的体检。那啥才叫对的呢？这就是第2个问题了。我该查哪些？我给你一个特别好使的判断标准，你就记住一句话：一份体检好不好，不看它贵不贵，项目多不多，就看它有没有匹配上你这个年龄，你这个情况，该有的检查项目有没有。我呢再给你讲一个人这回咱叫他老李，专挑呢土豪套餐，各种高精尖仪器安排的明明白白。可你猜怎么着？可他那套餐里偏偏漏了一样最该查的东西，
你猜是什么？嘿，是胃肠镜。为啥漏了呢？一来啊，套餐里没有，而且呢，他没有胃肠不舒服的情况，他也嫌做那玩意儿太麻烦了，所以就没查。老李那年50出头，被我念叨了好几回，才勉强去补做了个肠镜。你猜怎么着？医生在他肠里发现一颗小息肉，给摘除了。嘿，病理结果竟然是肠腺癌。现在国际上权威建议啊，已经把胃肠镜起始年龄提前到40岁。为啥呢？因为这些年啊，年轻人的胃肠道毛病是越来越多。40岁要做第一次，没问题的话，隔个3年5年再查，有点小情况那就跟紧点。我跟你讲啊，这一项啊是大多数人都漏掉的，而且性价比是最高的一项。那么一份对的清单到底长啥样呢？不复杂，我给你分3档。第一档基础的，就是按照你的年龄、性别、家族史那几项反复证明真管用啊。量血压、测血糖、血脂，该做的癌症筛查，比如胃肠镜，女性的宫颈和乳腺，西安人的低剂量肺 CT。第2档可别放过身体给你传递的那些小信号，这一档啊是最接地气的，就是你平时啊那些懒得当回事的小毛病，其实啊每一个都在悄悄的给你指一个该查的方向。我给你讲几个例子啊。如果你要是头晕，别光赖没睡好，要量量血压，测测血糖，还有看看是不是有点贫血。要是你一年到头呢手脚冰凉啊，就要查甲状腺功能。这东西一偷懒啊，他就特别怕冷。那顺便呢，再看看有没有贫血。你要是长期睡不好啊，那除了作息和压力，也别忘了查一下甲状腺功能。他要是太亢奋了，就会闹你的心慌，也睡不着。你要是呢手头老发麻，要查查血糖。糖尿病早期常这样。第3档那就要看情况了，属于加分项啊。那就是什么呢？细胞功能方面的检查。它不是看器官坏没坏，它是看你的细胞是否属于健康状况。你比方说啊，你老是觉得累，临床呢又查不出来问题，可能是细胞层面缺乏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些东西。那睡不好，情绪呢忽上忽下，说不定啊是在细胞层面上已经乱了。代谢呢越来越慢，莫名其妙的发胖，可能是这个有机酸代谢环节出了故障。长期压力大，说不清哪儿不舒服，也要在细胞层面上查那个压力荷尔蒙、肾上腺素这些指标。跟家族有关的这个风险因素啊，通常呢基因检测也能从细胞层面发现问题。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些检查你平时做的那套基础体检是根本不查的，它属于呢功能医学检查范围，看你细胞的营养够不够，代谢顺不顺，有没有慢性炎症存在。
现在呢还有一种啊叫多癌种早筛的血液检测，专门啊检测癌细胞掉在血液里的 DNA 碎片和代谢产物信号。说白了啊，也是从细胞层面在听动静，只不过它听的啊不是细胞过得好不好，而是有没有癌细胞在冒头。你看，不管是平时的细胞养护还是大病早筛，根子啊全在一个地方，那就是细胞。我跟你说啊，普通的体检相当于呢检查房子里是否有火情，细胞层面的检查是那排查房子里是否有着火的隐患，还有着火的原因。好，假如你已经查完了，这报告一到手，一堆的数字，那今天的第3个问题就来了啊，这些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教你一个看报告的方法，就3句话。第一呢，报告只对他查过的地方说话，这句最重要。正查2字意思是查过的地方没有发现火情，但它不等于啊你全身都好，更不等于你哪儿都查过了。基础套餐呢显示正常，你也只能说明基础套餐的那几项正常。这是第2句话，箭头不等于生病。报告上那些上上下下的红箭头可不都代表是不好哦，你可别看见那个红色的就腿软。第3句反过来也成立，全都是正常，可你就是浑身不得劲儿，那不是你矫情啊，那可能只是你还没有查到那对的地方罢了，需要做细胞层面的检查。有个年轻姑娘啊，叫小陈儿，常年觉得累，早上起不来，白天呢又犯困，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她也年年体检，基础套餐呢年年正常，啊，周围人就说了，你这就是累的，亚健康，歇歇就好了。可小陈这一歇呀，歇了2、3年也没见好。后来针对他这个情况呢，专门查了一样基础套餐里没有的指标，铁元素。你猜怎么着？这一查就露馅了，他就是缺铁。为啥缺铁呢？铁这东西啊，主要是藏在红肉、动物的肝脏、青菜还有豆芽里面。可这个小陈儿啊，偏偏是挑食的主，红肉呢嫌腻，青菜呢嫌苦，肝脏呢更是碰都不碰，常年就吃那么几口啊，顺口的。你想啊，他这种挑食啊，必然会导致缺铁嘛，而这个缺铁呢，恰恰是给你身体输送氧气的关键元素。找到了根儿就好办了，针对性的把铁给补上，再让他把挑食的毛病改了一下。就这么调理了2个多月，小陈儿就越来越精神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啊，感觉整个人啊重新充上电了。你品品，小陈的报告年年都正常，可他真的是正常吗？那个正常啊，只是说明他之前还没有查到对的地方。我最近啊接诊的一个患者，28岁男性，个儿不高，长得呀像那个16、17岁的孩子，目光端直，
浑身那个皮肤暗红，到处都是抓痕和皮屑，散发这种难闻的气味。他自5岁起啊，就出现全身瘙痒，痛苦难忍，各大医院检查了个遍，也没查出具体原因，最后归结为什么呢？遗传性的，常年给激素治疗，结果呢效果也不佳。我们考虑可能是肠道菌群出了问题，导致的免疫失衡。按照这个思路啊，给他做了食物不耐受检查，结果他有多项不耐受的食物，尤其是那个叫麸质的食物。这段时间以后呢，他的症状逐渐好转了。你说神奇不神奇啊？今天呢，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报告你看懂了，那你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呢，无非也是3种情况，我给你一个个说清楚啊。往后呢，不管你拿到啥的报告，心里就有谱了。第1种情况啊，全都正常，顶多呢有点小波动，不要紧张，观察就行。你把体检啊当成你身体这台车的仪表盘，油还够，水温也正常，你要做的就是好好保养，别天天啊盯着仪表盘瞎焦虑。第2种呢，查出来能处理的小问题，比如息肉啊，其实这是好事啊。为啥呢？因为你在它还是个小问题的时候就把它解决了。第3种，报告上有些看着有点吓人的数字，这个时候啊，你先别自己吓自己，更别上网瞎搜。网上那些信息啊，能把你一个小感冒啊给你联想到绝症上去。你要做的是呢，拿这个报告啊去找这个专业的医生，问医生3件事。这是什么意思？要不要紧？下一步咋办？然后呢，就把判断权啊交给专业的医生。所以呢，今天这4个问题，只要记住这么几句话就行了。第1，要不要查？一定要查，但要记住，要查的对，不是查的多。第2呢，查哪些？得按你的年龄、性别、身体情况啊，选择对的项目。尤其是要记住，当你的身体难受，常规检查查不出原因的情况下，要查查细胞功能方面的问题。第3，这个报告异常指标是啥意思啊？别拿网上的数据吓自己，找专业的医生给你解读。第4个呢，就是怎么办啊？怎么应对？报告呢是行动指南，它不是判决书，要听医生的建议，别瞎想。其实啊，说到底啊，你手里最大的一张牌就是预防2个字。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统计啊，30%到50%的癌症能通过调整生活方式避免，就是你每天啊吃的是否健康，运动够不够，睡得好不好。这就是啊我一直念叨那个养，这个养到底咋养？你全身的细胞最需要啥？最怕啥？
下一期啊，我就手把手的告诉你一套在家里在饭桌随手就能学到的养护细胞的方法。你现在要是有啥健康方面的问题，体检报告上有看不懂的东西，或者是想了解某种病最好的治疗方法，那就在评论区告诉我，我跟你把这事儿说明白。我是刚叔，咱们下期见。